結束了。萬萬沒想到，加拿大拳王第一次來到中國比賽，就在媒體發布會上對散打隊長江春鵬大打出手，甚至被裁判阻攔後，嘴裡還不斷噴着髒話，嘲諷中国人都是一群東亞病夫。說起這位加拿大拳王，可是大有来頭。他就是来自加拿大80公斤级世界第一的西蒙·馬庫斯，因为在泰拳界有着極強的統治力，所以也是被拳迷粉絲親切地稱為地獄魔王。來中國短短半年便拿下16戰16次 KO 的恐怖戰績，更是曾在一場比賽中將中國選手頂膝幹碎頭骨，當場猝死擂台。現場醫護人員根本對其束手無策，只能送上搶救車進行搶救，但很可惜最終沒能救活。然而對手非但沒有絲毫的同情，甚至還當众跳起了舞蹈慶祝。見此情形，我們中國賽事方無奈只能搬出不敗王者死神方便緊急出關，來迎戰這個沒有人性的加拿大拳王。本場比賽是為你帶來一場非常精彩的中加對決，中國死神方便對戰加拿大地獄魔王西蒙·馬庫斯。為了讓更多中國人看到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現，麻煩各位帥哥美女長按3秒點讚，小編祝各位早日賺到100萬。比賽一開始，雙方選手便拿出了自己絕對認真的態度。要知道，台上的2位都為這場比賽賭上了自己畢生的榮譽，一旦輸掉比賽，不僅會斷送自己的連勝生涯，甚至就連世界排名都會一落千丈。尤其是死神方便，更是要把控好雙方的比賽節奏，千萬不能給到馬庫斯安逸的進攻空間。王洪強王老師呢，會有一定很深的淵源，可以說是王洪強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喬西里。這個喬西里，跟我們講講吧。來，王老師給我們講講。是第一次走進拉斯維加斯武林風，讓我的那個對手。由於方便极具侵略性的戰術打法，給到了馬庫斯極大的進攻壓力。馬庫斯也是當場惱羞成怒，對着方便的內圍便發起了猛攻。好在方便的反應非常頂級，這才勉強扛住了對手的第一波兇猛進攻。雖然說方便在正面不是馬庫斯的對手，但是憑借着機智的頭腦和靈活的戰術，已經讓方便拿到了點數上的優勢。自此，兩人的第一波對拼以方便完勝收尾。對拼中呢，在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時，這個馬庫斯追了一襲，這個在我們的擂台上是不被允許的，要聽裁判人的所以說，剛才方面躺在這個台下，一直都是在追問啊。對這個事情，為什麼要這樣？雙方都是不敗的王者，其實雙方的心理壓力应該都非常的大，都非常大啊！刚上來都很緊哈，肌肉都有點緊。對。我觉得对马库斯而言，在中國扬名立万這一場比賽，也是對他來說也異常關鍵，是必戰之戰。必須要打的一場比賽，到這個層面上已經躲不開對方了。沒錯，已經都是不敗。那麼看得出來，馬庫斯這家伙非常喜歡用蠻力撕破對手的防線，只要逮住機會便主動上前，對方便進行近身纏抱，並施展泰拳的一系列追擊手段。但這場比賽是嚴令禁止雙方選手進行長時間的摟抱，所以裁判也是有理由對馬庫斯進行口頭警告。如果這家伙接下來繼續延續自己的戰術打法，那麼裁判更是有理由扣除其一定的比賽點數。是的，方便的下劈腿。虽然雙方是同一個級別，但我明顯能感覺到馬庫斯似乎塊頭更大一點。對，在降重方面，可能馬庫斯更強。對，這就是我想說的。馬庫斯從這個外形來看，他的這個脂肪啊，或者是說這個體型上來看，他應該是從更高級別的降下來的。沒錯，就是絕對力量上應該方便不佔優。馬庫斯的頻繁摟抱已經徹底將死神方便激怒，眼看這家伙還想上前近身纏抱，方便直接二話不說，一連串的組合拳進攻，直接將馬庫斯打得抱頭鼠竄。自此，比賽也是正式進入到白熱化階段，死神方便的戰術打法也是初見成效，不僅讓他在點數上領先對手，更是在比賽途中將對手的狀態消耗到了一個臨界值。如果兩人的局勢繼續按照這樣進行下去，那麼方便將馬庫斯終結的場面也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看來這個反拳非常重啊！好，第二回合比賽開始。在第一回合，雙方進行了一個電光火石的這種。被擊倒一次的馬庫斯狀態明顯不對，可能就連他自己都想不到，竟會被死神方便打得如此狼狽。看得出來，他這一回合的進攻更加兇猛，能夠明顯的感覺得到他非常想要打開局面。不過方便的拳頭同樣不是吃素的，如果說第一次擊倒算是死神方便運氣好，那第二次的擊倒便足以證明方便強悍的實力。不是機會了，抓住機會！又一次擊倒。
比賽結束了，3次比赛結束了，還要再打，這一回合還有再最後一次的 KO 機會。馬庫斯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了，我覺得。比賽結束了，3次擊倒，按照規則不需要再讀秒了吧？不需要再讀秒了。創造了奇蹟。比賽結束了，死神方辩用自己的重拳成功為對手的連勝生涯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自此，馬庫斯統治了長達5年時間的中國拳壇也是第一次迎來了曙光。不僅現場觀眾情緒激動吶喊中國加油，就連現場主持人都當場激動到落淚。死神方辩不僅捍衛住了自己的連勝生涯，更是向世界證明中國功夫不是花拳繡腿。那麼最后也是讓我们恭喜方辩拿下了比賽的勝利。本期视頻到這裡就結束了，觀眾朋友們，我們下期再見。注意看，眼前紅色拳套的選手就是日本天才拳王朝久玉貴。此人下手是相當的狠毒，經常以摧枯拉朽的重拳打到對手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甚至是暴斃當場。迄今為止，他已經在中國拳壇拿下了9戰9勝的不敗戰績，更是被日本媒體稱為中國人的死神。那今天他再一次前來中國踢館，聲稱要拿下10連勝。中國功夫都是花拳繡腿，我已經拿下了9連勝。接下來我會繼續稱霸中國拳壇，將中國廢物統統踩在腳下。誰要是能打贏我，我就將這些年在中國的收入全部捐出。那面對如此囂張的小日本子，我們的中國猛將朱帥霸氣應戰，林紅樹10拳打到對手狗血淋頭，大快人心。那好的，現在比賽已經正式開始。那這一場是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戰。那場上白色拳套紅方選手就是我們的朱帥，另一邊藍方選手黑色拳套就是日本的朝久玉貴。那我們看到這個朝久玉貴還染了一頭小黃毛啊，看起來非常的扎眼，應該是想讓方便咱們的朱帥去瞄準。那我們看到現在開場之後，雙方打的可以說是非常的猛烈，尤其是這個小日本子，他這個進攻欲望非常強烈啊。那現在讓我們期待一下朱帥這一場會帶來怎樣精彩的表現。朝久玉貴在去年的年終盛典對上了王俊玉，那第4回合以跳膝 KO 了王俊玉，但是呢腳部嚴重受傷，整整的休養了1年，再回到武林風的擂台。朝久玉貴在中國這個60這個級別當中已經成了大家的一個噩夢，是，就是無人能夠戰勝了他。哎呦我的天哪！上場之後連續3個重拳，我看到朱帥直接是擊倒了朝久玉貴。那雖然說剛剛這個朝久玉貴打得非常猛，但是在朱帥面前只需要1拳就可以把這個朝久玉貴直接撂倒。現在比賽繼續啊，看一下小日本子明顯是慫了很多，但是不知道後續這場不是衛冕戰，對，朝久玉貴的衛冕戰在3月，是，這只是一場超級戰，是。但是呢，這個強毒真的是振奮人心。好的，這時候我們看到朱帥連續進攻，連續重拳，現在是完全不給小日本子喘息的機會啊！小日本子甚至連格擋都做不到了，只能是近身的去摟抱朱帥，拉近這個距離，拖延時間。朝久玉貴如果選擇步伐的變化的話，就比較難打；如果選擇對攻的話，對朱帥比較有利。現在朝久玉貴的這個腦袋還是非常清楚的，是一直在瞄他老爸，他老爸一直下指令。過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會下指令的，現在呢沒辦法，被朱帥打倒之後，對，緊張了，不得不下指令。其實朝久玉貴的老爸對朱帥有一個評語，就第1回合就能 KO 了這個日本最厲害的仆公野，他覺得非常了不起啊。幾節？我們的朝久玉貴1年後的這朝久賭，這位就是朝久玉貴的父親。是，他號稱在街頭200場不敗，他是空手道的高手。對，空手道高手。其實他們本來是他們的道館是小小破破舊舊的，那朝久玉貴在武林風一戰成名之後啊，他們現在的這個道館變成1000平方米的這種很大的道館，然後學生好幾百個人，常常呢這個裡面塞不下，要到外面空地去練。好，驚濤駭浪之中，還有10秒。朝久玉貴撐過了第1回合，但是呢，這個朱帥漂亮的強毒。好，第1回合。好的，現在第1回合比賽已經結束啊。第1回合，咱們朱帥是拿下了非常大的優勢啊，不僅僅是1次擊倒，而且還有連續重拳打到這個小日本子，甚至是有一點懵了。
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在稍作休息过后，第2回合咱们的朱帅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那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回合。那这回合看一下朱帅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我看到这个小日本子上来之后，依旧是频繁的进攻，不长记性啊。而且这个小日本子非常的喜欢用腿法，因为这个日本的跆拳道主攻腿法。但是今天他遇到了咱们的河南腿王朱帅，那在朱帅面前，所有的腿法基本上都可以算得上是花拳绣腿了。好的，我看到朱帅又是一记重拳。小日本子现在被吃到的拳头非常多呀，对战斗艺术的一个较量。对，就从这个朱帅所带的辽宁创新来讲，我也有跟他的教练张涛聊过。之前的话，他们就是对阵外国的高手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做的是要防守，怎么样防？现在不是这样，他们会针对这个对阵的对手做研究，对，然后做出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作战计划。其實張濤啊，他對於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為什麼過去中方選手打不贏這個朝九玉貴，就是因為朝九玉貴節奏很快，會把中方選手帶亂。再來呢，朝九腳步快，這個中方要控制距離做連續擊打都很難。那另外呢，這個朝九腿法的擊中效果比較好，所以會引起裁判的青睞。那以上呢，這幾點都已經被朱帥給破解了。對，因為他們團隊做了這個比較細緻的研究。是。來，那當然了，這個朝九。那我們看到現在朱帥的打法，這個節奏掌握得非常好啊。這個朝九玉貴只要是去護住自己的狗腦袋，那麼朱帥馬上就是一個頂膝，去打這個小日本子腹部的位置。確實，這個打法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啊。其實呢，他們要去練氣，除了在山上打坐之外呢，他們回家要在浴缸裡面潛水閉氣，然後還要做這個強烈的衝刺跑。來練他無氧的能力，所以現在能夠頂住這個朱帥的攻擊。再來，朱帥現在仍然是表現得非常的出色。然後注意啊，我們的朝九玉貴會左右換架，而且呢，他們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陽剛剛用這個3日月簇 KO 了日本選手，所以他們這個家族也是會這個秘密的絕招了，點穴的絕招，用這個腳趾頭那一塊來點你。對。剛剛王鵬飛沒用出來，王鵬飛一直想學這一招3日月簇。那我們看到目前這個朝九玉貴的摟抱次數明顯增多了啊，完全不和朱帥去拼拳了。只要是雙方開始換拳之後，馬上就去摟抱。因為這時候我看到這個小日本子沒有抱上啊，朱帥連續重拳啊，像在這個打鼓一樣去敲這個朝九玉貴的腦袋，我看的可以說是非常解氣了。擂台會失去這種擂台上的感覺的。原先去年11月 K1 有找他去比賽，那他老爸是擔心我們年終盛典會影響到這個，萬一受傷會影響。好的，現在第2回合比賽已經結束。那這回合雙方其實並沒有拉開太大的差距啊，因為這個小日本子打法非常惡心，一直在去摟抱咱們的朱帥。那讓我們期待一下第3回合，咱們的朱帥會帶來怎樣精彩的表現。好的，現在我們來到了本場比賽的第3個回合，也就是本場比賽的最終局了。那這場比賽對於雙方選手來說，可以說是都是非常重要啊。而且我們看到小日本子，他在每一回合的開場打得都非常的猛，像一條瘋狗一樣啊。那看到現在這個小日本子進攻可以說非常猛啊，連續去砸拳。哎呦，咱們朱帥被擊倒了，連續重拳之下，朱帥是倒了，但是並不是重擊啊，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比賽繼續。現在這個朝九玉貴大爆發了，朱帥要小心，千萬守住這一回合。哦，又一個跳膝。哇！
那我們明顯可以看得到，這個朝九玉桂在最後一個回合是拼盡了全力啊，因為前2個回合他是處在一個劣勢，完全被朱帥壓着打。啊，這回合小日本子拼盡全力，看一下朱帥該去如何應對。是朝九搶到你的背後了，再來哦，接腿，好，又搶背了，你看。但是裁判还是会这个提示朱帅啊，不要把背给对手。对的。好，这就是有经验的运动员的，他会利用技巧啊，而且让裁判让裁判去提醒。哦，哇！原地的跳起。哇，果然这个超级的无氧训練呢，對於朝九玉桂的第3回合有非常大的幫助。而且這個朝九家族啊，他們在整個戰鬥的意識啊，他相當的強調，在日本的原話就是訓練瞬間的一個認識跟閃念，就是一個閃電之間的一個念頭。我們老爸的一個家傳的一個心法，相當的這個深奧。哇，今天朝九玉桂的老爸也是比較辛苦。好多我們看到朱帥連續助拳，雙方開始拼拳，但是小日本子明顯快要招架不住了。這個時候，朱帥處在上風，小日本子又開始他的摟抱戰術。明顯這個時候，小日本子已經不行了，應該是撐不了多久了。看一下朱帥下一步能否乘勝追擊。至於朝九玉桂的這個日本站就是3月28號。另外呢，有一條70公斤級的這個腰帶穆瑟夫呢，因為是去年5月產生的，所以規定1年之內要打衛冕戰，所以會安排在今年6月之前會打掉。這也是之前觀眾在問的，特別跟觀眾說明一下。好，回到場上來，再來，說一下還有10秒。對，朝九的拳法比較粗，但是呢，他拳裡面夾着膝法，不好對付。好的，現在比賽已經結束了。那雙方在第3回合打的是空前的激烈啊。那雙方現在沒有產生 KO， 讓我們期待一下最終裁判的判決結果。那最終朱帥是以點數的優勢贏得了朝九玉桂。那最後讓我們恭喜朱帥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有你媽個頭啊！日本拳壇瘋狗仗着自己擊敗了一名中國選手，竟像一條瘋狗一樣吐出了舌頭，挑釁現場的中國觀眾。賽後更是當眾揚言，誰敢挑戰他，就打斷誰的腿。不想打中國人，因為他們實在太弱了，我幾乎一拳就能夠要了他們的老命。我還聽說有人要來日本挑戰我，我再次聲明一下，如果中國人敢來挑戰我，我會打斷他們的狗腿，讓他們哭着爬回中國。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火星碰撞地球的一場中日大戰。一位來自於我們中國新疆的年輕小伙殺入到了日本橫濱，挑戰日本的拳壇瘋狗。誰是瘋狗？注意看，觀眾朋友們，這個家伙就是瘋狗，斜眼兒，歪嘴兒，什麼情況？這中風了嗎？還是說他的狂犬病已經復發了？想必在賽前你也看到了，這個日本選手呢是非常的囂張啊！在擊敗一名中國選手後，像一條瘋狗一樣吐出舌頭，挑釁現場的中國觀眾，而且他還揚言，誰敢挑戰他，就打斷誰的狗腿。觀眾朋友們，賊喊捉賊啊！一條狗說別人是狗。好，沒有錯，比賽已經開始，紅色拳套便是日本的拳壇瘋狗枯井義，說他打比賽一定要小心，還要提前打好這個狂犬疫苗，因為對方啊打比賽會咬人。好，藍色拳套來自於我們中國新疆烏魯木齊的薩迪克啊，23歲的一個年輕小伙。就在前一段時間，他剛剛獲得了新疆散打錦標賽的冠軍。我們從薩迪克以往的比賽上來看呢，他是一個綜合實力比較強的選手啊，攻防兼備。比如我們看他的防守不錯，很緊實。哎呦，為何性如此大禮？是想認我們當義父嗎？你想，但是我們不想收你個乾兒子。哦呦，要小心！剛剛說到薩迪克的防守不錯，那這個頂膝是打到下巴了。
看萨迪克的情况应该是没问题。我们看萨迪克的眼神当中啊，充满了坚毅。好，再看日本选手的小眼睛，我们一个眼球啊，能毁对方2双眼睛。好，裁判警告日本选手不可以孤头顶膝。孤头顶膝啊，就是双手把住对手的头，然后呢进行顶膝，这个在规则当中呢是不允许的。我们目前来看，萨迪克这场比赛呢打的的确啊是有些艰难，毕竟是客场作战，对方呢有着主场优势啊，所以说像一条疯狗一样疯狂的进攻。萨迪克是有一定的拳击背景，所以说我们看他的防守呢是很有这个我们经典拳击的这个味道啊，防得很紧实。好，最后的10秒钟。一回合没办法，对方是有一次读秒。一回合分数上来说呢，对方的确是优势，但是不着急，因为今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啊是3个回合，格斗赛场永无定数，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好，第2回合比赛开始，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那这里就废话少说。好漂亮，大脚踹脸。好，不错，第3有效果了。我们看这一回合，萨迪克也开始反击了，因为一味的防守呢，的确是没有意義的。我们看新疆小伙萨迪克的眼神当中啊，充满了坚毅，的確有一股視死如歸的狀態。打日本選手啊，你的確必須得有這種心態，要麼我打死你啊，要麼你打死我。我們看這個日本拳壇瘋狗酷景逸的體能下滑是很明顯的，這個乾瘦的排骨精啊，已經沒勁兒了。漂亮，狠狠的踢，最好是踢斷他的狗腿。他賽前不是揚言啊，說誰挑戰他就打斷誰的狗腿嗎？我們就牙還牙，眼還眼。薩迪克的防守真不錯啊，可進可退，可攻可守，是一個難得的6邊形選手啊，綜合實力的確是夠硬。很明顯了，酷景逸這一條瘋狗，他的進攻明顯變慢了。第一回合你不是很囂張嗎？你怎麼不打了？裁判警告雙方呢，不可以過多的摟抱。我覺得這個裁判眼神兒，觀眾朋友是不好啊。
明明是对方裸抱，哎，高位顶膝有效果，倒了啊！这个站不起来了，结束了。好，开始骂人了。哦，因为裁判终止了比赛，他有些不满啊，他表示自己还能打。煮熟的鸭子，观众朋友们啊，就剩嘴巴它是硬的了。那刚刚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他连站都站不稳了。好，非常精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萨迪克用对方第一回合打晕自己的方式还给了对手，太精彩了。打完比赛之後，薩迪克連瞅都沒有瞅對方一眼，非常精彩。讓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精彩回放。哇，一記霸氣的飛膝。好，再次恭喜這位新疆小伙薩迪克，太精彩了。那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中國抗日奇俠殺入日本參賽，專打日本黃毛。遇到他的日本黃毛，不是被打成擔架當場抬走，就是被亂拳打到猝死擂台。總而言之，沒有任何一個日本黃毛能在他的面前站着走出擂台。原本這場比賽只是一場普通的中日對抗賽，但是沒有想到日本選手卻狂妄至極，稱中國選手完全不配和他打比賽，讓原本看日本選手就不爽的中國選手更是憤怒至極。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為您帶來的是一場非常精彩也非常解氣的一場中日大戰。一位抗日奇俠、抗日小將來到了日本東京，那這名小伙子非常有特點，他專打日本黃毛。你沒有聽錯啊，只要看到日本人他是什麼雜毛小黃毛，他立馬就會發起挑戰。好，我們注意看他的對手正好他就是個小黃毛。好，我們注意看紅方選手紅色拳套便是中國小伙子王雷抗日奇俠，而這個小雜毛這個藍方選手便是日本選手倉田保佑。我們注意聽他的名字倉田保佑，好像是蒼天保佑，希望老天能保佑他一會兒不被打死。好，仔細看對方的小黃毛還是個雜毛不夠黃，有黑的有黃的，但是這不重要，只要他有黃毛，我們中國小伙子王雷就照打不誤。好漂亮，連續兩個後手。後擺前擺，頂膝。王雷打得很準啊！我現在好像知道王雷為什麼喜歡打小黃毛了因為這個對方的腦袋很亮對於王雷來講呢，這就是迷霧當中的一盞明燈，打得準也是應該的。王雷剛一開始這個比賽打得就很開也是想快一點呢，建立自己的優勢。這一下應該是對方有撞到王雷的頭。在拳擊規則當中呢，無論是什麼拳擊這個頭撞頭，這個是不允許的。這個事情就反映到我們少林寺的一些功夫在搏擊擂台上的確很吃虧比如說鐵頭功。今天說起這個黃毛呢，的確我們可以發現現在我感覺一大半以上的日本選手，我們能看到的基本上全都是雜毛或者說黃毛，很少有正常的頭髮顏色的花花綠綠紅的綠的藍的紫的。很像我們中國2000年初這個殺馬特，這個殺馬特和這個洗剪吹的類型。王雷連續的擺拳，左右開弓，頂膝，頂膝打晃，這一下讀秒沒問題。我們看倉田保佑，他的倉田沒有保佑他，而且他的鼻血已經被打出來了。王雷持續的猛攻，這是想一鼓作氣拿下對手。
注意时间，第一回合還有最後的20秒鐘。哦，打瘋了，這是。我們注意看這個小黃毛、小雜毛已經被打得鼻血橫飛，還在擦，你擦什麼擦？你擦你也止不住。哦，日本選手現在是非常狼狽啊，小髮型也亂了，叫鼻血也被打出來了。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這位中國小將王雷的表現啊，果然是沒讓我們失望。他的每一拳打的這個日本小黃毛的頭上，我們看的是非常的過癮，那就是一個字兒爽。好，來看一下精彩回放，看一下王雷的每一拳是如何打到對方的狗頭上。好，接下來準備看一下雙方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現，第二回合的精彩對局。大家不要認錯了啊！黑色頭髮小伙是王雷，金毛便是日本選手蒼天保佑。王雷，哇！第二局剛一開始便火力全開，哦呦，前擺，前手擺拳。哦，這一下我們看日本的小雜毛已經是躺到地上，口鼻噴血。看來他的名字沒有什麼作用啊，他的祖先，他的爺爺並沒有保佑他。好，非常的精彩。這一拳的話，我感覺日本選手啊，就算是不死，他的職業生涯恐怕到此啊應該要結束了，因為這一拳很重。看到日本選手這麼慘，我覺得此時此刻應該響起一曲悲傷的歌曲。好，注意看一個細節，王雷在拿完獎之後啊，甚至沒有瞅對方一眼，直接走了，獎杯也不要了，因為我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打對手，而這個小黃毛啊已經被綁上了擔架，像個大閘蟹一樣，五花大綁的，應該要送去搶救了。但是我覺得沒必要搶救啊，直接拉去火化場，我們直接啊做成灰啊，然後裝到罐裡就行了。好，觀眾朋友們，那接下來這場比賽呢更為精彩了，同樣也是一場中國小伙在日本參賽的一場精彩對局。中國小伙21歲的朱帥大戰日本拳壇老將一位傳奇選手卜部公野。那為什麼給大家帶來這場比賽呢？因為我們中國小將朱帥啊，他是一個非常年輕剛初茅廬的小伙，而對手是一位久經沙場的拳壇老將，而且朱帥今天啊是替補出戰。好，注意看，紅色拳套便是朱帥，藍色拳套便是卜部公野。觀眾朋友們，接下來千萬別眨眼。もうレベル違うな。もう最初分かっちゃいました。勝って当たり前ですね。で、これ勝って当たり前なんです。で、成績見ても、レベルが違うんですよ。レイリーと比べてもだいぶ格下の選手。はい。で、荒野が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って、どん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を見せるか、みんなそれ期待してて、勝つは当たり前です。はい。その兄、平高選手からの言葉。平高選手、当然それは浦部も分かっ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荒野の方も。その頭の中にそ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ね。沒有錯，觀眾朋友們，你沒有看錯，中國小將朱帥僅用時不到1分鐘啊，哦，打晃了，再也站不住了。在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情況下，朱帥這個小伙子完成了一場不可能完成的戰鬥啊，完成了逆轉，創造了奇蹟。那麼恭喜這位年輕的小伙，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注意看，這絕對是中國猛將打韓國人最殘暴的一場比賽，雙手死死勒住對手脖頸，直到對手吐血3聲，卻仍不肯停手，險些身亡擂台。然而，這名韓國冠軍落得如此下場，全都是因為他聽信了韓國主持人的鬼話。好好請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然而，正是這場比賽，讓一眾外國選手認識到了中國人的強悍之處。廢話少說，為了讓更多中國人看到楊卓的精彩表現，麻煩各位帥哥美女長按3秒點讚，小編祝各位早日賺到100萬。比賽正式開始，黑色拳套便是我們的中國勇士楊卓，紅色拳套則是韓國摔跤冠軍楊景浩。此時的楊卓正是當打之年，不管是身體素質還是反射神經，都處在其職業生涯的巔峰。但沒想到憑此實力都沒能震懾住韓國官方。
最終無奈只好和這名韓國冠軍打上一場。表面上是邀請楊卓打比賽，實際上只不過是為了拿中國選手刷戰績罷了。但中國勇士絲毫不懼，當即飛往韓國接受韓國冠軍的指名挑戰。這次絕對要將中國功夫發揚到世界舞台。杨景浩不愧是韓國摔跤冠軍，在两人的地面对決中，也是讓中國選手吃了不小的虧。但楊卓在中國拳壇可是出了名的脾氣火爆，他炸藥的稱號可不是抽獎抽來的。就算是被壓制到下位，楊卓依舊用自己的蠻力和對手較量。楊景浩想要短時間內將中國選手擊敗，更是天方夜譚。於是改变策略，轉而消耗楊卓的體力。杨景浩也是深知中國選手的戰力技術十分恐怖，所以也是將楊卓死死地壓制在地面對決當中，根本就不給中國選手一絲逃脫的機會。但是由於兩人打得太過認真，沒有意識到已經來到了擂台的邊緣，於是裁判為了比賽的公平公正，也是將兩人拉開，帶回擂台中央，重新開始比賽。這一插曲，同時也是給到了楊卓一個調整狀態反擊的機會。從比賽開始進行到現在這個階段，楊卓完全可以說始終被壓制在地面對決的劣勢位置，這也讓現場的中國觀眾狠狠地為其捏了一把汗。好在楊卓的韌性非常頑強，不僅沒有因此陷入劣勢，反而打出的攻擊總是精準命中對手的狗頭。從比分上來說，更是中國選手更佔優勢一些，似乎是打得有些太過入迷，不小心用肘部進攻对方選手的狗頭，裁判也是急忙上前進行口頭警告。A lot of energy so far in this fight. If it goes into the second and third round, I don't expect these guys to keep up this pace. Crowd really showing your affiliation here. Kenny, giving you white tights. Got an explanation from Yang yesterday about Thunder. It's a mystery to some of us. 我们都知道，杨卓作為一名散打出身的職業選手，其戰力能力一定是十分的強悍，但對手的打法非常具有針對性。想必在賽前也是對楊卓進行了一個徹夜的研究，這套打法也一定是在心裡彩排了無數遍。但這樣的壓制早已讓楊卓心中的怒火到達了一個臨界值。只要他從地面掙脫對手的壓制，絕對會用最兇猛的進攻給對手還以顏色。重新回到戰力對決的楊景浩，此時也是完全沒有了在地面時的強勢姿態，從一隻兇猛的孟加拉虎蛻變成了一隻野生的狸花貓，就連其打法都變得謹慎了起來。不過這一切都只因為楊卓的戰力技術實在太恐怖，一旦失誤被楊卓抓住機會，那這家伙的下場一定是宛如案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不願屈居人下的楊景浩再次嘗試施展下前抱摔，妄想再次將楊卓帶入到地面對決。怎料楊卓此時已經是有所準備，死死勒住楊景浩的脖颈，完全不給一絲掙脫的機會。比賽來到第二回合，楊景浩再次嘗試主動進攻，不斷逼近楊卓內圍，其戰術打法也是十分明顯。
摆明了要在这一回合终结杨卓，获取比赛胜利。但怎料杨卓的拳头同样十分凶猛，在双方的对拼环节，杨卓临危不乱，不断对对手进行打击。但杨景浩对地面的执着实在太过热烈，杨卓对此也是十分的无奈。既然你想打，那我就陪你打好了。It's 4 minutes left of the fight. Obviously opened it up again on the lip of Hill. This will be, if it goes the distance, fascinating point decision.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judges go with this one, that's for sure. 就当两人在地面激烈互拼的时候，杨卓通过其锋利的肘击，也是成功将对手的额头开了一道口子，现场擂台上瞬间布满了鲜血。裁判也是不得不临时暂停比赛，通知现场医护人员为杨景浩检查伤口。毕竟比赛输贏是小問題，如果因此喪失性命，那可就得不償失了。It's a small world. Familiar with wrestling style, double leg takedowns that are really, really low. Those are exactly the kind of takedowns that Kenny is using over and over again here on the X. Real stalemate now as there's only half around left of this fight. Kenny holding on. Yeah. 两人的对拼依旧是非常的激烈，不管是炸药杨卓还是韩国冠军杨景浩，两人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想要将对方置于死地。然而，在这个擂台上最过瘾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在对方最擅长的领域将其终結。杨卓此时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战術打法，開始為接下來的地面纏鬥環節中降服對手做準備。不管對手的反抗怎樣激烈，楊卓始終貫徹自己心中的信念，能動手絕不多廢話。It's deep. This is trouble for Kenny Young. Just seems to have run out of gas in the last 30 seconds. Kenny Young. Can he hold on? Could be anybody's fight on a decision here. But Kenny's really just got to come back, make the most of this last minute and a half. Kenny looks so exhausted. Done so well so far. Will he be able to maintain a lead? This is where they really need the local crowd to kick in. He's found the strength somehow to look on the ground. Oh, that jump's deep. Oh, no, this looks bad for Kenny. Kenny holding on. He's got a minute to go. Looking in real distress now, Kenny. 对手直接拍手发起投降，最終楊卓也是不負眾望，在對手最擅長的地面對決裡用一記背後裸腳，直接將對手降服。這個結果是令現場所有觀眾都沒想到的，楊卓的表現實在是太精彩了。那麼最後也是讓我們恭喜楊卓拿下本場比賽的勝利。本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觀眾朋友們，我們下期。
但是下面将要登场的死神方辩，目前46战全胜，今年34岁，有请死神方辩。好，那相信死神方面观众朋友们绝对是不陌生了，他的生涯战绩可谓是相当的辉煌，因为他从来没输过。不仅是46战全胜，而且还击败过一系列的世界级名将。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地狱魔王西蒙马库斯，就是死神方面的手下败将。赛前方面听说这个杜姆贝很嚣张啊，在媒体面前呢诋毁他、侮辱他。那方面今天也是表示，絕不會讓對手站着走出擂台。好，比賽開始，看一下紅方選手，紅色拳套、紅色戰袍代表我們中國紅啊，方面是別有用心了。那麼藍方選手黑色褲衩便是法國選手杜姆貝。雙方的身形差不多啊，方面是不輸對手。但是有一點就是方便34歲，而對方是30歲。可以說對方是當打之年，而方便這個時候呢，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一般來講，職業選手33歲開始走下坡路，這都是很正常的。但當然有一個人除外，那就是張志磊，年齡越大越厲害啊！40歲當上了世界冠軍。觀眾朋友們，你敢想象嗎？啊，我是不敢想。跟強心劑，很多運動員都是這樣，遇強則強啊，這樣的話能激起他的比賽的慾望。作為死神方面，現在我們看到了他從一個職業的運動員，一個頂尖的拳手，現在身份變得多元化了。是的，他變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親，一位老闆，一位教練。在這麼多重身份的同樣的在身份的混雜中呢，方面是如何擺平這樣的關係？對方是做了一個狙擊。然後最重要是他已經公司準備掛牌上市，所以以後叫他財神啊，不是死神啊。34歲的死神方面，我們看他的作戰風格呢，也是越發的沉穩。面對這個百勝的法國悍將、法國猛男，我們看方面呢，相當的沉着冷靜。和當初打不敗戰神馬庫斯的時候，這個感覺完全不一樣啊！當初呢是瘋狂進攻，而今天則是冷靜對待啊，不着急。漂亮，低位的搖臂，前手的平勾，後腿的掃踢。而且啊，方便善於做事先的針對性訓練，那他知道他的拳法連續性不夠是他的短板，所以方便小心啊，一個迎擊被抓到。相較於方面的沉穩，這個杜姆貝啊完全是截然相反。對方表現得很興奮，而且他的狀態就像一隻看到一堆香蕉樹啊，這個興奮的猴子。哦，旁邊要小心，漂亮，前手平勾，連續2拳啊，方便的拳啊，單擊能力也是不錯的。可能連擊方面上可能會差一些，但是在單擊能力上方面還是很強的。好，連吃到對方2個大擺拳，但是方便是硬扛下來。這說明方便今天的下巴也是經受住了這個杜姆貝啊殘暴重拳的考驗。好，接下來準備看一下雙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對局，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第2回合的比賽啊，從這第1回合的最後1分鐘看，這場比賽看來是很難善終啊。是，雙方都是奔着把對方直接擊倒或者撂平在這個擂台上為主要目的的。有些其實這樣的比賽，這雙方都憋了一口氣兒啊。我們看誰能先發制人。那剛才就說方便啊，還要借着這一次的比賽證明散打是一個主流的格鬥技，不會比其他的國家的派別來得差。沒錯，這也是方便。哇，觀眾朋友們，這一下剛剛是非常的危險，但是好在死神方面起身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雖說裁判並沒有給到方便一次讀秒，因為剛剛的話方便是沒有任何被打暈的一個跡象。好，要小心，杜姆貝是有擊打後腦的行為。對方是假模假樣的舉起了弓。好，賽前杜姆貝呢嘲諷方便啊，說方便的47連勝都是刷出來的，都是花錢找人打假賽打出來的。對方可能並不了解，此人方面在我們中國散打界的地位啊是非常之高的。感興趣的觀眾朋友們可以去了解一下，方便是連續應該是4年獲得了全國散打錦標賽的亞軍。有些觀眾朋友們肯定會認為啊，這個不拿冠軍的實力就是不強。但是我想說的是，冠軍啊每年都在變，而方便每年都不變啊，他只是離冠軍啊差了一點運氣。因為方便每次在錦標賽拿到亞軍的時候，和冠軍啊只差那麼1-2分啊，所以說呢實力上漂亮，後手打得很準啊，大腳踹臉，這是方便擅長的一個招式。那這招呢傷害不大，但侮辱性極強。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人把這個滿腳都是泥和汗的腳啊插到你的嘴裡邊，你看這個杜姆貝已經被激怒了。
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在找机会。如果让二老师给方便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是包边上头啊，如果是我的话啊，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便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有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还是裁判还是有警告。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方便在这场第2回合的比赛中也不乐观，对，不乐观，相当的危险，一直被追，相当的危险。确实，杜牧贝的这对拼了，又到了对拼的环节啊！方便不需要这样对轰了，不划算，打得有点不冷静了。方便这时候实际上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对，而且头。好，第2回合比赛结束啊！对于一个34岁的老将来讲呢，今天的表现啊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而且这个杜姆贝啊，经常耍一些个阴险手段来击打方便的后脑，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后脑这个部分，如果重重的打上一拳啊，会打死人。好，注意看，就是这里，方便是打红眼了，和杜姆贝开始了拼拳。哇，双方是拳头看起来抡的都很猛，但是很可惜啊，都是空拳。好，接下来准備看一下雙方第3回合的表現。那這裡就廢話少說，大家不要認錯了啊！紅方選手死神方便，那皮膚黝黑的便是法國悍將杜姆貝。過了頭。那在上一回合當中，應該說稍稍的有一點劣勢，一定要小心，對方在找機會了。最後這個重要了。對方在找機會了，我們看對方的眼神已經沒事，不是強毒，你自己跑到中立角耍寶，法國選手來耍寶，還以為躲到那邊了，裁判就會強毒。應該說杜姆貝的這個整個的表現欲還是非常強的。一個搖閃，說一定要放鬆，你不要着急。方便這個時候心態有一些有一點着急，手都不拿高啊，出鞭腿效果。漂亮，後板，漂亮，突擊，想了很久，想到追招。雖然說死神方面已經34歲了，但是觀眾朋友們，我們看死神方面隨着比賽的深入啊，他的狀態和一些進攻節奏啊，也慢慢找了回來。好，沒關係，這屬於方面在轉身擺腿的過程當中啊，身體發生了失衡啊。雖然說目前已經到了最後一個回合，雙方局面上看起來啊，是杜姆貝好像打得很兇，但實際上觀眾朋友們，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啊，方便的分數絕對是不低於對手的。因為方面的每次進攻啊，打得都很精準啊，更擅長打點數。而杜姆貝更像是一頭野牛，像發了瘋的野牛，只知道猛打猛衝，很野蠻。我相信他依然採取的就是非常習慣的這個套路啊，車踹前後手的轉控制。方面現在整個戰術變為控制了，我們看已經不再打進去跟對方對拼了。但是動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動作太大，沒有隱蔽性。覺得方便這幾波的攻擊啊，他都不算有效的攻擊。時間呢在慢慢的推移，我們看看雙方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戰術的變化。心態平衡的方面來說，應該對防禦這樣的腿法不是那麼的難，這樣的拳法不是那麼的難。是的，而且剛才說了，杜姆貝他那個整個看一下，平局，加賽一局。觀眾朋友們，萬萬沒有想到，本場比賽的結果竟然是平局啊！對於一個34歲的老將死神方面來講呢，打4個回合啊，體能上我現在是很擔心的。好漂亮，我覺得可以多用一些這種拖拽啊、放倒的戰術，這樣一來比賽的時間流失的可能會比較快啊，在局面上也比較好看。方便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頂，看來方便就是要打距離了。是。哎呦，雙飛踢！比賽到了第4回合，對方體能啊還是很充沛啊，連這種凌空的雙飛踢、二踢腳還能用得出來。但是剛剛看死人方面腿法也不賴啊，也有一些腿法的反擊。調整，而且呢非常重要。這個方面做了很多後擺踢啊，就是後擺踢沒有配合假動作的話，是基本上踢不到。特別是在對方如果不前防備的時候，對，很難。你必須小退一步的時候再做這個後擺踢，比較有用。方便在找點位，你看嘛，他是在找前衝的這個刺拳的明晰，我打得很清晰的進攻，看又一拳，是要這種一下一下的累積。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對來說，對方的拳沒有方便的拳突發速度快，對，那這樣方便可以一拳一拳累積自己的優勢，也是一個不錯的戰術。是的。
而且现在看杜贝，其實整個前幾回合打的看起來好像這個比較有效果。雙方第4回合的加時賽馬上結束。那縱觀整場比賽，我覺得方面啊，第4回合現在的發揮是最好的。現在方面，你看打完就走，不再和對方這個杜姆貝去瘋狂的拼拳，對方畢竟是比較年輕啊，沒有錯啊，沒有錯，溜起來，移動，對的，移動，不斷突襲，不斷移動，好，對，手機呢？方便啊，好險啊！剛才方便低頭的時候，對方用了一個下拋拳啊，這個是照着後腦勺過來的，啊，對方上高，方便用了一個這個我們傳統武術裡邊的這個小扣腿啊，對，後面一點，然後再一靠，哎，10秒，時間，方便有沒有機會？再來一下，方便，你不要讓。好，觀眾朋友們，這場中法大戰終於結束。那方面和這個法國拳王杜姆貝大戰了4個回合，我們看一下最終這一場比賽的打分。方面在最後一個回合打的是有進有退啊，剛中帶柔，柔中帶剛，讓這個杜姆貝已經是摸不到頭腦啊，打的是暈暈乎乎。First about 10-9. We have a split decision.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Fang Bian. 比赛結果紅